这里的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是越南人的啊，100%越南人啊。然后呢首先呢，感谢大家选择感。不要这么吵啊！喂，不要说话了，尊重人家说话吧。首先呢，感谢大家选择来到我们越南这边参观旅游有了大家过来我们这边的参观旅游还有我们这边的才干的这个工作代表我们越南这边旅游公司人民感谢大家然后呢我名字叫什么？我名就叫阿江，香港的水文江的江。我的姓是姓梁，梁山伯的梁。梁山伯的梁。给大家高歌一首。然后全名叫梁孟江，梁孟江，梁山伯的梁，孟子的孟，水文江。我在这里，我是第2个。是的然后呢我今年31岁是属猪95年然后现在我的有一个老婆已经要结婚了家里有2个小孩，一女的好可爱的小孩一个不够啊，准备有第3个了。哇，好年轻好帅哟。然后呢祝我们的各位我们的全程的吃得饱睡得好玩得好，好不好？好。好了那我现在介绍我自己完了，然后现在我把这话筒来预讲跟大家继续讲我们的这边的越南的风俗习惯。其实我经常都说阿强你是非常棒的，所有跟我的越南的翻译我都说他们非常的棒。虽然他们的中文呢说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流利，但是至少别人还是会2个国家的语言，比我强多了。我们只会中国话，我们只会讲普通话。像各位亲爱的贵宾们，如果你们只是用你们的家乡话交谈的话，如果说你们是笑着在骂我的话，我还会笑着跟你们点头。为什么？当你们在微笑的时候，我一定是下意识的觉得你们是在表扬我，因为根本听不懂呀。那别人至少是会2个国家的语言。那么阿强呢还是非常非常的优秀，非常非常的棒的。那各位亲爱的贵宾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在越南这边呢，它是实行过一夫多妻的，它是可以实行一夫多妻的没有听说过。他只有一个老婆，这是还有几个没有找得到。那事实上阿强呢，他不是太善于表达。到现如今为止，一夫多妻制在越南这个国家，它仍然是真实的存在的。那么对于每一个老婆，他们都有一个特定的称谓。你比如说大老婆，他们叫做什么呢？他们叫做大米饭小老婆、二老婆叫做什么？叫做小米饭然后第3个老婆呢，叫做什么呢？叫做米粉越南就是越南人的早晨。越南是一个非常就是包容的国度，它兼容了东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早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他们可以喝一杯咖啡，然后呢干啥呢？然后吃一根法棍儿。但是呢，如果没有吃饱，他还可以干啥呢？他还可以吃一碗米粉。所以说它是兼具了东西文化并蒂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明天早上酒店的早餐呢，应该就有米粉，大家可以尝一下啊。然后的话，这是第3个老婆，叫做什么呢？叫做米粉。第4个老婆，他们有一个固定的称谓，叫做什么？叫做方便面啊。各位，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称呼？你们有没有发现，它是按照人的一个就是对于食物的一种需求的主次来区分老婆在家庭里面的地位的？最常吃的是什么？一定是米饭，对不对啊？家庭地位，所以它是最高的。那么小米饭呢，偶尔吃一下；米粉呢，吃的更少。那么方便面呢，实在是没有吃的时候再去吃一吃。所以说啊，对于媳妇儿的这几种称谓，其实就奠定了她在家庭里面的一种家庭地位。那各位贵宾们，现在呢，来到下龙湾。这个季节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一个雨季。这里燕子想斗胆的问一下你们，一年分为几季？2个季。一年分为几季？2季，哪2季？旱季、雨季。啊，雨季和旱季。那么在中国一年分几季？一年分4季，对不对？春季、夏季、秋季、冬季。所以说，中国人去的地方多，见的世面广。那么在越南这个国家呢，它一年只分2季啊，一个叫做夏季，一个叫做大约在夏季。这是我跟大家开玩笑的。事实上，真正越南一年分2季，就像这位姐姐说的一样，它一年分为旱季以及雨季。每一年的6、7、8这几个月，就是越南雨季的一个来临。它的雨季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如果说是在南越的话，那么它有可能会连续下很多天的暴雨，但是在北越它的气候又略微有一点的不一样，它一天可以下很多场雨啊，很多场雨。那么越南这个地方，说实话，你要问一个越南人一年分几季，他就会告诉你什么呢？一年分2季，雨季以及旱季。如果你跟他说一年分4季，你们觉得说，尤其是像在这个热带的国家，你告诉他在中国，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季节叫做冬季，冬季会漫天下大雪，你觉得他敢信吗？不敢信。所以说，不同的见识的人，他见识的东西不一样，他的接受度是干什么的？他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那么由于雨季的到来，越南这个国家，它很多的基础设施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各位，请放心，你们随着太平保险公司来到越南这个国度，一定是以最高的礼仪来接待大家，给大家安排的酒店呢，说实话，在越南当地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你们要跟就是国内北上广深这几个大城市的酒店的那个标准来比，实话实说比不了，但是非常的干净整洁以及卫生和温馨。可是不管任何的一个酒店，一旦到了雨季，它有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它的那个排水系统是非常非常的不发达的。如果说连续下暴雨的话，那么它排水系统不发达，就会导致酒店的洗手间里面它会涌起什么呢？一点异味。这个没有办法，是因为它的基础建设设施没有搞好。以前我特别不能够理解中国的市政府为什么隔不了1年2年又开始挖了修了挖的，那不是劳民伤财吗？直到我来到了东南亚这些国家之后，我才发现国家的一种良苦用心。那么在中国，你任何时间去入住一个酒店，它不会因为连续下暴雨，然后导致那个下水道由于堵塞，然后那个气味会就是酒店的卫生间往上涌。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况，各位亲爱的贵宾们，请你们一定要以一颗包容的心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越南整个国家的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问题，不是某一个酒店它是这样的。但是最近这2年已经好多了，
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咱们稍微把洗手间的门关一下就 OK 了啊。这几天呢，它下雨，它没有连续下雨，还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万一真的遇到了连续几天下雨，它下水道排泄它不通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这是它的基础建设设施的一个问题。好，那话讲回来啊，我们到那个广宁博物馆呢，车程呢大约还有40分钟左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越南的一个历史以及越南这个国家它名字的一个由来吧。我一直跟大家说，为什么越南这个国家它被称之为是小中华啊？因为在历史上，在秦朝的时候，早在秦朝的时期啊，秦始皇在统一了6国之后呢，就在这边呢建立了就是3个郡，一个叫做桂林郡，一个叫做我们的广西那边有一个叫做什么，我们那个就是交趾是百越这边象郡，这边被称之为是象郡啊。交趾那国是在汉朝的时候，它才被称之为什么呢？交趾那国啊。所以说，秦始皇呢就在这3个地区设立了3个郡县，以方便他的管辖。那么最早在这个象郡这里担任首领的、担任领导的是谁呢？一定要记住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赵佗，他是哪里的人？他是对的，姐，你来过越南多少次啦？太见多识广了，他就是河北人。那么在秦朝的末期的时候，由于天下大乱，那么赵佗呢也看到了秦二世的一种昏庸无能，所以说他在这里山高皇帝远，然后自立为王。那么在这一时期呢，越南它成了一个什么呢？独立的国家。可是，在就是汉朝成立了之后，刘邦获得了天下之后呢，刘邦又派人来跟赵佗进行一个交涉，你还是依附于我们吧，免得我对你动枪动棍的。所以说，在这一时期呢，越南这个国家呢，又属于是什么呢？又属于是大汉的一个藩属国了啊。那么，刘邦过世之后，吕雉是实际掌权人。那么在这一时期呢，越南他又蹦跶了一下，又单干了一段时间，直到汉武帝刘彻在位的时候呢，又这才干什么呢？把越南给收复回了我们大汉的一个版图。可以这样说，在历史的长河里面，1000多年的时间里面，那么这个越南它要么是什么呢？它要么是中国的一个省份，要么呢作为是中国的藩属国而这样存在的。那各位亲爱的贵宾们，想问一下你们，那个藩属国和国家之间和宗主国之间有什么区别，知道吗？藩属国它其实是依附于什么的？宗主国的，它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法律，可以自己任命官员，但是呢，它的最高领导人，我国古时候最高领导人，封建王朝最高领导人，我们称他为什么？是不是叫做皇帝？藩属国的最高领导人，他是不能够称之为皇帝的，最高领导人只能称之为是国王，因为国王他的级别比皇帝是要低的。好，你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国王的任命，你一定要有什么？中央的一个册封，也就是你必须经过宗主国的一个同意盖章之后，才能够确立你王位继承的一个合法性。好，那么每一年呢，这些藩属国它都一定会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像什么呢？向宗主国来去进献自己国家里面的一些宝贝。你比如说东南亚这个国家，它这些国家都有什么宝贝呀？象牙呀、珍珠呀、砗磲呀，包括非常珍贵的犀牛角
还有一些香料，把这些很珍贵的宝物通通的送去给宗主国的皇帝陛下。那各位贵宾们，每一年他都要去进贡一次，你们觉得他喜不喜欢去进贡？你们觉得他愿不愿意去进贡？不喜欢。为啥？诱人对的嘛，为了展现我大哥的就是这种风范，那我会给你赏赐很多很多的金银珠宝，远超你进献的这些东西的一个价值，对不对所以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种存在。那么直到300年以前，西方呢就兴起了工业革命。那么在工业革命当中，西方的经济是处于一种飞速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整场工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缺少什么东西？要发展经济，要发展他们的工业革命，他们缺少资源，很多的资源他们都是缺少的。于是他们要在全世界大量的去掠夺一些资源。所以说各位贵宾们，最早来到这片土地的是哪个国家的人？是法国人。那么当时呢，法国呢就以传教的名义呢来到了这片土地上面。其实越南这个国家，它的政局都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那么300多年以前呢，有一个皇帝，他的名字叫做阮福淳。那么阮福淳呢，当时呢，一个国王叫阮福淳，当时呢就被西山军给干什么了？给刺杀掉了，全家人都死了，只留下他唯一的一个侄子，这个侄子的名字叫做阮福映。那么当时阮福映呢，他就跑去了一个法国的传教士的人的家里面，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百多禄。百多禄收留了他，然后呢让他逃过了一劫。那么由于整个家族都被杀了，然后皇位落到了西山军的手里面，非常非常的不服气，所以说立志要干什么呢？立志要进行一场复辟。那么在这个复辟的过程当中，他又没有军队，他又没有钱，怎么办嘛？所以说他就要去寻求他国的庇佑。首先呢，他找到了哪里的人呢？暹罗。各位知道暹罗是哪个国家吗？对的，泰国的国王也是给了他一支军队去进行复辟，可是这个复辟呢，就干什么呢？失败了。于是呢，他就跟百多禄说，多禄兄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我这个王位本来也是正统的，可是呢，被敌人呢，让我全家人呢都杀死了我的全家人，这个仇我得干啥呀？我得报呀！你回去跟你们的国王，当时是法王路易16在位，跟你们的国王说一说吧，让他帮助我一下吧，给我提供一下军事的援助。那么如果说我成功了的话，到时候你们国家不是想在我们国家做生意吗？到时候优先准许你们国家的人来我们国家合法经商，并且还要送一个港口给你们，免费的停靠你们的船只。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还把自己年仅4岁的儿子交给百多禄，让百多禄带回去法国，跟法王作为一个谈判的条件，作为人质抵押在哪里呢？抵押在法国。那么最终呢，法王路易16呢，在百多禄的游说下呢，答应呢出兵来去帮助阮福映来复辟自己的国家。可是还没有等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法国就兴起了什么呢？法国运动，然后法王路易16就被绞死了，事情都没有干就被绞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百多禄就觉得干什么呢？特别对不起自己的好朋友，当时我是答应过你的，我是要帮助你的，儿子我都带回来了，那现在我要食言了，不行，我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所以说他在他们当地呢，雇佣了80多名军官以及500名士兵用自己全部的财产来搞了这些，然后带到越南，交给了谁呢？交给了阮福映，让他用这些军官也好，士兵也好，来训练他自己的部队，最终呢是取得了复辟的一个成功的。那么当时呢，阮福映成功了之后，法国人就特别的不要脸，
派人呢送来了就是一艘什么了，一艘军舰，以表示恭喜你复辟成功。但是呢，当年呢，你不是跟我们谈过了吗？你要允许我们在你们的国家经商，然后你还要送一个港口给我们。现如今你复辟成功了，你是该履行条约了呢？那么当时这个阮福印他不傻呀，他干不干？他肯定不干。他是以什么由头来不干的？那这些东西你对我提供的资助，又不是你们国家对我提供的资助，这是我好朋友的一个个人行为，我肯定是不干的。所以说把军舰还给了谁呢？还给了就是法国人。然后呢，法国人灰溜溜的走了。自此之后呢，其实有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藏在法国人的这个心里面了啊。好，那后来呢，就是阮福印他还上书当时清朝的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叫做什么呢？叫做嘉庆皇帝，希望他能够给这个地方赐名叫做什么呢？赐名叫做南越。但是在历史上，南越包含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包含广东、广西以及越南整个百越地区。所以说嘉庆皇帝呢就断然拒绝了。但是呢，嘉庆皇帝就把南越这2个字给他颠了个倒，给他赐名叫做什么？给他赐名叫做越南。所以说越南这个国家的国名都是由中国的皇帝来给他赐封的啊。阮福印死了之后，他自己的大儿子由于4岁的时候就留在了哪里呢？就留在了法国，深受法国文化的一种影响，所以说他是不喜欢他的这个大儿子的，传位给了自己的小儿子。那么他的小儿子继位了之后呢，就非常的讨厌这些传教士。为什么？因为他隐隐约约觉得这些传教士他们来传教，他们所带来的思想会影响他统治整个国家，所以说就下令把这些法国的传教士给干什么了？抓起来放在了监狱里面，然后不管他们。那么在他死了之后，传位给自己的孙子，孙子上台之后更加憎恨这些传教士，所以说就一不做二不休，干了一件事情。啥事情？把这些传教士干脆给干什么了？干脆给杀掉，一了百了。那可不得了，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导火索？本来在你心里面就很恨你们港口也不给我们，也不让我们来经商，现在他是不是抓到了一个由头，立马出兵攻打越南，联合西班牙一起。当时的法国是船坚利炮，那整个越南抵挡得住吗？抵挡不住，很快就沦陷了。那么可能有好多的朋友说，燕子不是说它是我们的就是藩属国吗？那么作为宗主国，它是不是应该去保护自己的藩属国，保护自己的小弟不受欺负呢？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的。可是这是在什么时期？各位，这是在清政府的晚期。清政府的晚期的时候清政府由于闭关锁国，所以是非常的落后的。他已经干什么？自顾不暇了。他哪里还自己都管不住自己，自己都保不住自己了，哪里还有什么能力去保护什么了自己的小弟嘛？所以说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呢中国是正式承认了法国对于越南的一种合法的殖民性。法国人来了之后，就开始大量掠夺当地的资源。当地有什么资源？当地有煤炭资源，当地有橡胶资源，当地有香料资源，并且把当地的老百姓作为是他们免费的劳动力，让他们过的是生不如死。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肯定就有什么呢？新的革命兴起来。在这之中呢，以谁为首？这个人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们的国父是谁？越南人民的国父胡志明。对，胡志明，胡伯伯。他在越南人民的心目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毛主
主席在咱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地位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纷纷呢掀起了革命。那么在1940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它作为是一个战胜国啊，日本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取得了胜利啊，法国他干什么了？法国是失败了的，所以说在这一时期，日本人就把法国人给赶跑了，然后日本人来到了这片土地上，进行了大量的资源的掠夺。但是好景不长，在1945年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它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日本它是战败国，对不对？所以说呢，法国人民啊，所以说越南人民呢，把日本人给赶走了。按道理来说啊，法国人走了，日本人也走了，越南人是不是迎来了他们的独立，迎来了他们新的天地？不是的，法国人特别的不要脸，在他们的认知里面，这个国家我已经殖民了几十年了，它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只不过呢，日本人暂时来代替我殖民一下。现在既然日本人走了，那理所当然的，他要干什么？他要回来继续进行殖民。那这一时期，越南人还干不干？肯定是不干的。所以说，不断的反抗法国，可能好多的国家都在看这样的一场笑话。你就凭你的镰刀，凭你的锄头，你凭什么打得过法国的船坚利炮？但是在最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当中，这场战役叫做什么呢？啊，就是奠边府。对，奠边府战役当中呢，他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结果呢，终于把法国人给干什么？把法国人给赶跑了。按道理来说，这是发生在什么时期呢？这是发生在1954年的时间，是不是越南应该迎来了他自己的独立？事实上并没有。为什么？啊，对的，美国人又来了。美国人为什么会来？你们知道吗？美国人为什么会来干涉，强烈的干涉他们的一种内政？因为越南和老挝是紧密的相连的，包括老挝取得独立是由于什么？也是由于越南人的那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就是奠边府战役，然后把法国人给赶跑。所以说老挝才取得了什么呢？取得了独立。越南取得了独立之后，他要走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种道路。如果他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老挝势必也要干什么？他也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老挝他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其实他是干啥的？他是被越南所传染的呀。所以说这个时候美国不甘心社会主义阵营扩大，于是他要强烈的干涉，让越南呢以北纬17度为限，北越你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我不反对，但是在17度线以南，他扶持了一个傀儡皇帝，叫做吴廷琰，两个人对一个国家分而治之。那么在北越呢，老百姓呢，胡志明呢给老百姓分田分地啊，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搞起。但是在南方的吴廷琰就做了什么呢？特别多惨绝人寰的事情，剥削劳动，剥削老百姓，并且由于害怕自己的老百姓跑去北越地区，所以说每一天晚上都要把自己的老百姓赶去一个集中营里面。如果说你要不去的话，就让美军在你的田地里面投放什么呢？生化武器，让你的庄稼是颗粒无收啊！而且其实越南人民相信什么呢？相信佛教的人数是很多很多的。各位，宗教信仰它是不是自由的？这种信仰是缔结于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下来的一种信仰。吴廷琰他信奉什么教派？他信奉天主教，所以说就要强烈他要求他的老百姓跟他一样，你不要信佛教了啊，你以后你得跟着我，
我都是信奉天主教的，所以说你也得信奉啥呢？信奉天主教。所以说在这个行为就引发很多人的不满，其中有一个和尚呢，就为了这种就是信仰，然后呢跑到他的那个总统府前面呢，焚烧就是全身滴满了，就是泼满了汽油，然后自焚于他的总统府前面，那么导致这个和尚呢当场是惨死了的。按道理来说，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你要想着怎么去压过舆论，对不对？偏偏吴廷烨的嫂子呢，也是一个猪脑壳，他跟别人是怎么来说的？他笑话这个自焚的和尚，看看，你看他的样子像不像什么呀？像不像一头烤全羊啊？就是他的这一个言论啊，美国的那个领导人都是大吃一惊，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赶紧让他驻守在南越的最高的领导人，你赶紧撤离，否则的话你是会被波及的。果然没有出3天，老百姓对吴廷烨进行了一场刺杀，当场把他杀死了之后呢，还不解恨，老百姓还不解恨，在他的尸体上还纷纷补刀啊！所以说这个傀儡政权就干什么了？彻底的结束了。那么南越咋办呢？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美国再不出面的话南越就要被北越然后统一之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了。所以说没有办法，美国人很不要脸，亲自下场出兵攻打北越。那各位贵宾们，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少年？10年以上，差不多20年的时间。那各位贵宾们，你们可否知道这场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来说，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说越南人其实他的民族精神呀，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佩服的。为什么？因为在这场战争里面其实越南它主要依靠的是谁呢？依靠的是中国和苏联的一种物资以及军事上面的援助。当时美军认为说，如果说我要用我的就是飞机大炮来攻打你的话，按道理来说要不了多久你都要干什么呢？你都会投降的。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管他们怎么去轰炸北越，那越南人他就是习惯打什么仗，就是他的一个就是优势是什么？中国人打什么游击战，对不对？越南人打什么丛林战、地道战不管他怎么轰炸，然后呢越南人总是有本事呢逃过一劫，并且还有源源不断的物资呢送到他们的手上。后来他们才发现什么呢？通过运送这条物资的一个小道，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条路线，叫做什么？叫做胡志明小道。那么这条小道非常非常的厉害，它的主线都有20多条，辅线更是数不胜数。整个小道全长有2万多公里，正是在长山山脉这一带，也就是越南和老挝的交界之处。那么当美国人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勃然大怒，在北越地区它是投放了超过800万吨炸弹来轰炸它的整个补给小道的。各位，800万吨炸弹相当于整个2战期间的两倍多的炸弹的总和呀。那各位，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北越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焦土的状态？而且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的投放的炸弹处于极不人道的炸弹。为什么说极不人道？那各位亲爱的贵宾们，因为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使用了2种炸弹。第一种炸弹叫做集束炸弹，对。那么集束炸弹它有一个特点，它在天空当中一枚母弹落下来之后，它会幻化成很多枚的子弹，30%不炸。对，但是这些子弹它是不会干什么的，不是说它会立刻就爆炸，对不对？它有可能经历很多年之后呢，有人或者是生命去碰触到了它之后，才会碰触到它这个开机关。所以说前年的时候，
就是泰国跟柬埔寨在打仗的时候，泰国就使用了这种炸弹，被国际纷纷所指责，非常的不人道。所以说，当时投放了超过2.7亿枚炸弹，到现如今为止，仍然还有8000万枚炸弹，它是还没有爆破的。所以说，各位贵宾们，整个长山山脉它成了什么？它成了人类生活的禁区，可以这样说越南也好，老挝也好，边境的很多的边远山区的老百姓以打猎为生，实在逼不得已要往崇山峻岭里面去获取一些生存的物资。运气好的话，他进去他是干什么了？缺一块少一块，他还走得出来。那运气不好的话，那就成了什么呀？东一块西一块，你拼都拼不起来了。那么还有第二种炸弹，第二种炸弹叫做什么呢？叫做气象炸弹。对，这种炸弹呢，它对人本身它是没有什么伤害的，下雨，但是它会引发严重的自然灾害、气象灾害，就比如你所说的一样，下暴雨，引发山洪的爆发，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现象，对不对？所以说，久而久之呢，长山山脉一带它成了人类生活的禁区，但是呢，却成了野生动植物滋长的一种天堂。所以说经过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休养生息，在长山山脉一带还有着大量的非常珍贵的珍稀保护动物。你比如说，各位亲爱的贵宾们，在中国还看得见就是大黑熊吗？就是随处可见大黑熊吗？我们的大黑熊的数量还多吗？东北大虾米，东北熊瞎子。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熊它的胆子大不大？大。熊的胆子大，因为人一看见它，人就害怕，对不对？那我想告诉你哥，其实熊的胆子是非常非常的小的。熊非常喜欢吃一种东西，就是蜂蜜，它要爬上树去吃蜂蜜。那么当它闻见那个蜜香味的时候，它噔噔噔的爬上树去，吃的特别的高兴。可是等它吃完了蜂蜜之后，扭头一看，哇，我爬得这么高，我怎么下去呀？这个时候它心里面就要干什么？它就要害怕，一害怕一紧张，它啪的一下，它就容易干什么了？掉下树去，摔伤自己。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吓破胆，吓破胆，吓破的是什么胆？吓破的其实是熊胆。那各位亲爱的贵宾们熊掌有没有吃过？没有，没有谁敢吃？有机会你们，尤其是广东人，真的是特别强烈的建议你们去老挝去吃一吃，去看一看。熊掌这个东西的话，说实话，可能我是四川人嘛，对于这些野味，其实我是天生有一种排斥的，不太敢吃。但是呢，又想尝一下嘛，就有一种心理，又不敢吃，又要去尝试一下。吃了一下，觉得反正有那种味道，它不如穿山甲肉好吃，有一种那种味道。但是呢，软软糯糯的，咬在嘴里面满满全是胶原蛋白熊掌怎么吃？3蒸3煮3过水。如果有一天你们要去老挝，现在还吃得到吃熊掌的话，一定要提前24个小时预定。为什么？因为它烹制的方法呀，非常非常的原始，非常的复杂，要蒸8个小时，煮8个小时，还要过水8个小时。为什么？要拔它腿上的那个毛可能好多朋友说，那拔毛你给它高压锅一压软了不就行了吗？不行，高压锅压了之后呢，你去拔那个毛，一拔它就一柄把它的那个皮子都给扯下来了所以说一定要提前24小时。那么各位，熊身上最为珍贵的是什么东西？熊胆。熊胆熊胆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黄色的黄色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黑的。黑色的。那为什么有的熊胆是黑色的，有的熊胆是金色的？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有的熊它受过伤之后啊，它的胆。它的血液就积在胆里面，它的胆的颜色就变成了黑色，而金色的熊胆一定是非常健康的熊的胆，它才会呈现什么颜色呢？它才会呈现成金色啊。第二个，穿山甲，那各位要问一下你们，穿山甲有没有家养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有没有人工培植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有没有？木有，为啥？你们知道为啥吗？穿山甲它是吃什么的？蚂蚁。对，它是以吃蚂蚁为主的。那么穿山甲身上穿山甲肉是怎么样来吃的？炖汤。炖汤以及清烧炖汤。然后穿山甲的那个旁边是哪里？穿山甲的那个血呀。用来干啥？什么？窗户外面讲一下，窗户外我们到下龙湾了。炒饭，你是吃过的啊？啊，这就是明天你们要出海的地方，这个叫做什么呢？它叫做海上桂林了啊！明天你们就要出海，不用着急拍照，明天你们可以更加近的距离去拍看的啊。所以说这里以前它都是一个渔村的，都是一个渔村啊。它的血用来炒饭，对于治疗皮肤的各种病是有着非常好的一种疗效的。但是事实上，穿山甲它最珍贵的是，你们有朋友说去老挝吃这个就是野味，它是不贵的。这个贵与不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比如说穿山甲，它价格大约是多少钱1公斤呢？800块钱1公斤，你们觉得贵不贵？贵啊！那如果说你在中国，你花1600块钱1公斤，你也吃不上这个东西。但是你去老挝，你800块钱1公斤都吃得上，那这个东西一想起来，它其实也是不贵的，对不对？可是不管你花多少钱，吃1公斤，吃1只穿山甲，那个穿山甲的甲片。别人都不会给你的，因为穿山甲的甲片都要由国家统一来回收啊。我们到了广宁的博物馆了啊，不讲了，有机会后面再聊，包括越南的经济，包括越南的，还有一些什么你们刚才说的戴的什么帽子之类的，后面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啊。现在呢，我们到了广宁博物馆，那么车子停好之后呢，阿强去给我们买票，然后呢，大门口在我的左手边，待会儿我们在大门口呢再来拍一张集体照啊，然后拍好之后，其实我个人觉得在这里呢就没有必要拍什么照了，就是小组照，比如说我们夫妻来的，我们在这里拍个照。今天有点热，而且广宁博物馆外面没有啥拍头，明天去海上我们拍一拍啊，那里是一个游客中心。里面待多久？哦，满足不了你们的中国胃，只有在餐厅的时候可以打开水，任何的一个景区景点它都没有热水的啊。博物馆多久冷不冷？不冷，热得很。等会儿大家到了博物馆之后，我来跟大家稍微的讲解一下博物馆里面的一些资源啊，大家跟着我走，因为好多东西你自己看你是看不懂的。